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用香芋搭配排骨，分享一道好吃又營養的下飯菜。首先準備一隻胖嘟嘟的香芋，把外表的泥沙清洗一下，然後用削皮刀把外皮削乾淨。香芋富含豐富的粘液蛋白，在處理的過程中最好戴上一次性手套，防止香芋的粘液和皮膚直接接觸引起皮膚過敏。像我們廚師多少有點免疫，我們就可以直接上手。今天的香芋表面呈大理石的花紋，證明香芋特別的軟糯。香芋有點大，我們只要1/2就可以，然後再切成4等份，最好切成0.5公分左右的厚片，盡量的切均勻一些，使其在後續的烹飪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香芋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材，富含豐富的蛋白質以及多種微量元素。奶奶常說，一隻香芋能抵一隻老母雞。最好挑選這種肉比較多一點的排骨。我們提前處理一下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下手抓拌均勻。像這種新鮮的排骨其實是不用焯水的，加入多一點的清水浸泡一下，因為食鹽有很強的穿透力，淡鹽水能夠殺出排骨裡面的血水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多一些的大蒜切成小丁，大蒜可以增加香芋和排骨的蒜香味。一小塊脆皮的老薑，同樣切成小丁。老薑不仅可以去腥，同時還可以增加食欲。几個清洗乾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，也可以不用放。现在的排骨也已经浸泡好了，经过淡盐水浸泡之後，大家可以睜大嘴巴看一下，泡出了很多的血水，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來源。排骨由鮮紅色變成了淺褐色，我們要多淘洗2遍，充分的把血水、雜質淘洗乾淨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我們吃着也更加放心。洗好的排骨充分的控乾水分，再次換回大碗中。接下來簡單的調下味，往裡面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提前入下底味，加入小半勺的蠔油，小半勺的生抽醬油，加入多一點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戴上手套充分的抓拌均勻，使調味料和排骨完美的融合。加入大半勺的紅薯淀粉，紅薯淀粉是給排骨起個保護的作用，使排骨在加熱的過程中不容易發柴發硬。抓至完全沒有乾澱粉，放在一旁醃製8分鐘左右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往鍋中加入多一點的食用油。接下來把切好的香芋平鋪在鍋中，使每一塊香芋都受熱均勻。沒有平底鍋，也可以用炒菜的鍋來完成。一鍋煎不完，我們就分2鍋來煎製，大約煎製2分鐘左右，我們就翻過來煎另外一面。我們要把2面都煎至金黃，煎出香味。煎至金黃的香芋，外表有一層金黃的外殼，可以給香芋起個保護的作用，在後續燉煮的過程中不容易碎。整個過程大約要3分鐘左右，把香芋的外皮煎至焦黃酥脆，充分的把香芋的香味完全激發出來。煎製成視頻中這樣，倒在肉勺裡面，充分的控乾油分備用。另起鍋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
接下來把排骨直接倒在鍋中。我們要提前把排骨煎制一下，一般在飯店我們都是用油炸的方式，但是自己在家裡面那樣操作起來不方便，主要是用油炸油太多，吃着也不健康。為了方便排骨受熱，我們要不停地翻動。排骨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材，富含豐富的蛋白質以及鈣、磷、鐵、鋅等礦物質，尤其是長身體的孩子們，適量的多吃一些排骨，對身體非常有好處。在煎制的過程中，我們要不停地晃動一下鍋，這樣不僅防止粘鍋，同時還可以使排骨受熱更均勻。煎至表面金黃，加入滾燙的開水没過排骨，水的量一定要多加一些。排骨要好吃軟爛入味，我們要靠上鍋蓋，大約燜煮20分鐘左右。有壓力鍋的也可以用壓力鍋壓上8分鐘左右，使排骨充分的軟爛。在凍排骨的過程中，千萬不能加涼水，不然的話，因為熱脹冷縮的原理，排骨很容易變柴。時間到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排骨的鮮香味。現在的排骨還沒有完全的軟爛。接下來，把煎制好的香芋直接倒在鍋中，稍微的翻動一下，使香芋和排骨完美的融合。使香芋完全浸泡在湯汁裡面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調味，少量的松茸鮮，因為排骨提前醃制過了，食鹽的量千萬不能太多，不然吃起來會很鹹。稍微的整理一下，使香芋完全浸泡在湯汁裡面。再次靠上鍋蓋，大約燜煮2分鐘左右，使香芋充分的吸收排骨裡面的鮮香味。如果喜歡吃軟爛一點的，我們就多凍煮一會兒。鍋裡面的湯汁也越來越少了。現在的香芋吸收了排骨裡面的湯汁，看起來非常的飽滿。鍋裡面的湯汁也明顯的變少了。開大火，把湯汁收至濃稠，使排骨和香芋完美的融合。最後加入切好的薑蒜、小米椒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排骨和香芋充分吸收薑蒜的香味和小米椒的辣味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把湯汁充分的收至濃稠，使排骨和香芋的表面都能夠裹上薄薄的醬汁。一道營養又美味的香芋燒排骨就這樣做好啦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這樣燒出來的香芋吸收了排骨裡面的鮮味，吃着肉香味十足，而排骨吸收了香芋裡面的清甜味，吃起來卻一點都不油膩。香芋把排骨裡面多餘的油脂吸進去之後，排骨吃起來一點都不膩口。這樣做出的香芋口感軟糯，好吸收，全家都能吃。不管是作為家常菜，還是用來招待客人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好啦，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